店主，没想到300年前那一战，竟真把你伤成这样，把我们苦苦等到今天。店主，如今的你寿元将尽，修为实力实不存一，这店主之位也该让让。至于你，石像殿交出所有法宝，然后就随历代店主魂归九泉之下吧。哎呦我勒个大操！这特么什么情况？老子不是正在熬夜码字吗？怎么眼睛一闭一睁就跑这个鬼地方来了？这大殿，这杀气，等等，这破椅子上怎么全是骷髅头？坐着不硌屁股吗？不对不对，现在不是吐槽椅子的时候，眼前这俩老阴逼正拿刀对着我呀，话里话外，这是要嘎我的命啊！完了，记忆进来了，天虚圣殿第9代殿主，300年前化神境大佬，被打残后修为一路狂做到筑基中期，马上就要能量耗尽而陨落了。底下这俩是我的手下，隐忍了300年，就为了今天干掉我。靠！别人穿越不是绝世天骄就是龙王归宿，我他妈穿成一个马上要被手下乱刀砍死的老头儿，跑都跑不动。我的金手指呢？系统，老爷爷，逆天血脉。喂，有没有人管管啊？系统你在吗？妈的，该不会真没有系统吧？我就纯粹是个倒霉蛋，要被乱刀砍死了。这狗血剧情，老子过去写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！等等，冷静，必须冷静。我是写小说的，我太懂套路了。越是这种要命的节骨眼，金手指就越该闪亮登场。这叫岳阳仙意，这叫绝处逢生，这他妈就叫主角光环。所以金手指呢？在哪儿呢？你倒是出啊！不腿软那才是见鬼了。但生死攸关，越慌死得越快。只有稳住，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才能种下怀疑的种子，拖时间。哪怕最后真的饮恨西北，也得多喘几口气。老东西，装神弄鬼！你的修为我们早就查明白了，筑基中期连金丹都不如，你拿什么跟我们斗？就是，要是300年前的你，我们当然不敢造次，但现在的你嘛，哼，店主，最后再叫你一声店主。其实我一直不相信你是天下第一，今天我就要亲手把你斩于剑下。二位护法，这么看来，今天你们是吃定本座了。明白就好。只要悄悄宰了你，天虚圣殿就能名正言顺落到我们2人手中，还有你攒下的所有神通道法和逆天法宝也全归我们。可惜啊，确实有位气跟你们斗了。不过嘛，天虚圣殿殿主的位置就这一个，你们俩日后怎么共斩，又怎么可能甘心共斩？老东西，别白费心机了，你的离间计对我2人没用。店主，走好！完了，这等登峰造极的杀招，要是结结实实落在我身上，绝对连渣都不带剩的呀！叮当，检测到宿主面临生死危机，万界无敌系统正式激活。宿主当前状态濒死边缘，修为实不存一，寿元即将耗尽，情况极其恶劣。恭喜宿主获得至尊新手大礼包，是否选择开启？开启条件：接受系统主线任务。系统，至尊新手大礼包，老子特么终于等到你了！再晚1秒钟我都要凉透了，好吗？开，立刻，马上给老子往死里开，开到最大！叮，宿主成功接受主线任务，将天虚圣殿发展为诸天万界最牛逼的势力。至尊新手大礼包开启成功，获得终极惊天大挂，每秒万年精粹修为，无需修炼，自动运转，生生不息，1秒万年永不枯竭，每秒万年修为注入，开始。等等，每秒万年修为，这是什么神仙系统？老子写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！1分钟60万年，一天就是……算了，数学不好，算不过来。反正老子已经无敌了，尔等随意。等等，不能飘，不能飘！初次当盖世强者，还是不能太焦躁，要冷静，要淡定，要高冷，要装逼。接下来是时候教教这2个差点一招送走自己的傻叉做人了，准备好颤抖吧，蝼蚁们！
你的模样怎么会变回年轻时候？300年前，你寿元枯竭，生机衰败，绝无可能恢复巅峰容貌，这不可能！老东西临死还要装神弄鬼，给老子死！敢在我二人面前耍心机，今日必让你神魂俱灭！二位不愧是我圣殿护法，面对如今的本座，居然还能临危不乱，实在让本座佩服。只可惜啊，必负汉术，纯属自取灭亡。你根本没有修为济世，你一直在扮猪吃老虎！这气息，哪怕昔日处于巅峰的尹天绝也不曾拥有。你到底是谁？本座是谁？你们觊觎本座的殿主之位，觊觎本座的法宝，现在反倒问本座是谁？有些冒昧啊，老弟。不可能！我的修为在倒退！让我神魂血脉升华！滚！在本座面前想跑，你跑得掉吗？饶命！店主饶命啊！属下知错了，属下鬼迷心窍，一时糊涂啊！求店主大人有大量，饶属下一命！属下愿永世效忠店主，做牛做马，绝无二心！求店主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！做牛做马，背叛本座，落井下石，如今还想留着狗命？你们当本座这里是善堂吗？不，我的修为没了，全都没了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这么快就死了，还真是够弱的。系统，调出我的个人属性面板。系统，修为那栏怎么是一串星号啊？是不是因为每秒万年修为，连你也不好意思显示了？是的呢，宿主大大，修为这栏如果认真显示的话，数字太长会霸屏的，不好看啦。反正你无敌就完事了。行吧。对了，给我看看主线任务。什么叫最强？什么叫最牛逼？2个字，无敌。无敌？我现在每秒万年修为往里灌，无敌那不是迟早的事儿吗？稳如老狗。那简单啊，等我彻底无敌了，直接给天虚圣殿的兄弟们一人灌一大管修为，这不就搞定了？警告，宿主属于 bug， 不计入宗门整体实力内。而且宿主体内修为不可外传，每秒万年修为可是宿主同意接受主线任务后的奖励哦。如果宿主选择躺平摆烂，奖励将自动收回，该上哪凉快上哪凉快。得，这下不干都不行了。300年，原主在这苟延残喘了300年，那些依附的势力、正道的宗门，还有太虚圣地，这300年，天虚圣殿究竟变成了什么牛样？看来得先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了。本座出关，所有长老、执事、真传弟子，10秒之内滚来圣殿觐见。老店主，他果然还活着。店主，是店主。宗门典籍记载，店主的法旨就是这种无敌的威压。店主出关了，快去圣殿觐见！红衣恭迎店主回归。每秒万年修为，果然不是盖的，这牌面舒坦。
这特么是什么修为？居然返老还童到这种程度，深不可测，完全深不可测，不是化神，绝对不止化神。店主现在的修为已经远超当年巅峰了。幸好老夫胆子小，这300年苟住了没搞事。等等，六情和沈浩的气息消失了。300年不见，诸位风采依旧。参见店主。不必多礼，都起来吧。店主，两位护法兴许是外出办事还没回来，要不要老朽用传讯令牌通知他俩速速回来觐见？是啊，店主，柳护法和沈护法要是知道您出关，肯定高兴的蹦起来。二位护法这些年虽然常在外面跑，但对圣殿的贡献那是没得说的，可谓是忠心耿耿啊。不用了，那2个人想造反，妄图对本座动手，刚才已经被本座砍了。敢问店主，此事当真？怎么？你觉得本座是在跟你讲笑话？属下不敢，属下万死。只是两位护法修为已经元婴巅峰了。再说这些年，这种深不可测的神明，杀2个元婴巅峰很难吗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。行了，别在心里瞎琢磨了。本座闭关这300来年，东荒都发生了什么事，一五一十给本座说清楚。尤其是太虚圣地，还有300年前跟本座干叫的那个家伙。回禀店主，这300年间，东荒局势翻了个底朝天。首先是大印皇朝，店主闭关后的第180年，大印皇朝的国运突然暴涨。当今印地借万民信仰之力，一举突破，踏入了化神之境。印地手握镇国神器大印玉玺，甚至镇压了一位化神后期的散修大能。如今东荒都在传，印地手持玉玺，可战化神巅峰，牛的不行。系统面板里说我是大印皇朝老祖，看来这代印地挺争气啊，跻身顶尖大佬行列，以后多照看照看就行了。好，可战化神巅峰，那岂不是说本座当年也就跟他现在差不多？店主说笑了，印地虽强，但那是靠外物加持的，跟店主您这种纯凭自身修为横扫东荒的绝世高手相比，根本不是一个档次。行了行了，别硬拍马屁，接着说。除了4大宗门的掌教先后踏入元婴后期巅峰，2大圣地更是出了不得了的角色。瑶池圣地诞生了一位圣女苏卫，此女骨龄不过100岁，就已经是元婴中期修为，而且身怀数种天赋神通，甚至能越级逼退元婴巅峰的老怪。整个东荒都认定了她是未来瑶池圣主的不二人选。骨龄不过100岁的元婴中期能打元婴巅峰，勉强还行吧。至于太虚圣地，太虚圣地诞生了一位圣子，名叫秦福天，这人更是了不得，他身怀传说中的混沌体。哦，上古10大圣体之一，亲和万道的混沌体，有点意思。这小子凭着4把本命飞剑，把东荒同辈天骄按在地上摩擦，嚣张到没边了。他如今已踏入元婴后期，据说还跟一个化神初期的强者硬刚过，没输。放眼整个东荒年轻一辈，没人能跟他掰手腕。这狗东西行事霸道的很，这些年但凡碰上咱们天虚圣殿的弟子，轻的废掉修为，重的当场宰了。咱们圣殿弟子出门历练，10个有9个都折在他手里，简直成了他的经验包。混沌体，4把本命飞剑，元婴后期硬刚化神初期还不败，这配置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？妈的，这不就是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想问男主模板吗？出门捡宝跳崖遇机缘，老子要是没穿越，这秦福天绝对是天命主角，而我就是一个被主角踩着上位的反派老魔头。好，剧本是这么写的是吧？按正常剧情，接下来他就是一路突破，最后杀上天域圣殿，一剑把我秒了，踩着我的尸体装逼收尾。可惜啊，可惜，你有主角模板，老子有万界无敌系统，一秒万年修为，你苦修100年算个屁！就算你是混沌体，也扛不住老子吹口气。店主，没事，接着说。至于太虚圣主，自从300年前跟电筹干完那一架之后，听说他也伤得不轻。这300年来，对外宣称在参悟无上大道，
但据探子消息，他伤势极重，能不能恢复巅峰还两说。哼，那老东西闭关300年，连个面都不露，却放出个圣子在外面蹦跶。趁着本座油尽灯枯，让自家宝贝圣子踩着咱们圣殿上位，既能扬名立威，又能打压魔道气运，一箭双雕，算盘打得倒是噼里啪啦响。店主英明，若不是藏天渊里来了一个神秘势力，以太虚圣地为首的正道联盟早就把咱们天虚圣殿踏平了。大概在200年前，藏天渊深处突然降临了一个神秘势力，领头者修为高深到没边，仅隔着千里之外放出一道神念，就把前去探查的刘神2位护法当场重创。奇怪的是，对方并未下死手，他们只是在深渊深处布下一层暗金色的光幕禁制，这股气息宛若一尊沉睡的远古神眸。暗金色光幕，仅凭一道神念干翻2个元婴巅峰，却不敢见杀绝，反而阴差阳错成了圣殿的保护伞。有意思，等处理完宗门内务，本座亲自去会会。继续，还有什么？店主，这300年里，随着您闭关不出，2位护法暗中把持大权，圣殿的威名一天不如一天。宗内弟子眼看圣殿大势已去，纷纷跑路。如今剩下的弟子还不到巅峰时期的1/10，就连昔日名震东荒的10大真传弟子也只剩3个了。跑路的都有谁？店主，这300年间，所有叛出圣殿的长老、执事和弟子名单全在这玉简里，连他们跑哪儿去了，老朽都标得清清楚楚。好，很好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嘛，人之常情，理解理解。不过既然选择了背叛，那就别怪本座不讲情面了。这上面的人，本座记下了。店主，如今您老人家出关，修为更胜当年，先定能再创飞黄。只不过眼前藏天渊的神秘势力，还有正道各方的虎视眈眈，不知店主打算怎么处理？本座既然出来东荒的天，也该换一换了。不过在此之前嘛，圣殿10大真传弟子，现在还剩下的3个人，在不在殿外？回店主，3位真传一直候在殿外，未曾离去半步。叫他们进来。圣殿第8真传顾长风，圣殿第9传传傅青岩，圣殿第10传传温无极。拜见店主。很好。即日起，天虚圣殿只有你们3位真传弟子。至于那些背弃圣殿跑路的，从今天起，永世不再是圣殿弟子。日后若是遇到了，杀！遵命。行了，都退下吧。是。好家伙，真是好家伙！外面的人一个比一个混得好，突破的突破，晋升的晋升，是人是鬼都在秀。再看看咱们天虚圣殿，弟子跑了90%，资源被人占了，堂堂东荒顶尖势力，活成了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王八。我知道魔道宗门注定要被气运之子踩，但这被踩的也太他妈惨了点吧！发布支线任务，传到3日，增强天虚圣殿众人对天地大道的感悟。任务奖励：先天混沌体乘以3。哦吼，第一个支线任务来了，奖励居然是先天混沌体！太虚圣地出了一个就拽上天了，老子直接批发3个，看来是该给这帮小老辈开个小灶了。传本座圣令，3日后，本座在演武场亲自传道。天虚圣殿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，必须全部到场。店主，是店主的这一天呢！店主亲主自下场讲课，快，去通知所有师兄弟！店主传道，这可是个几千年都未必能摊上一回的机缘啊！以店主现在的修为，随便讲几句都够咱们一辈子。破境的机会，这绝对是我们打破1000年瓶颈的唯一机会。既然要提升宗门实力，光靠嘴胖倒还不够。原主当年私藏的那些压箱底功法，也是时候掏出来了。我写小说的时候，大宗门的藏经阁哪个不是恢宏大气、仙气飘飘？怎么轮到我自己的地盘，就是这么一副穷酸样？丢人，太他妈丢人了！今儿店主出关，老夫心情不错，想看什么功法自己去找吧，不用贡献值兑换了。不过丑话说前头，上面那些功法都有禁制护着，修为不够别硬闯，伤着了可没人抬你。庞德，300年不见，连本座都认不出来了。店主，
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啊，店主！老奴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您了。起来！300年不见，你小子怎么老成这样了？当年挖人家祖门那股机灵劲哪儿去了？店主，属下就知道你鸿福齐天，肯定不会有事。属下就知道你总有出关的这一天。这还是咱们那个破旧的藏经阁吗？属下的修为突破了，老夫卡了整整300年啊，这就碎了。你这老小子是拿本座当破镜工具人了？嘿嘿嘿，店主霸气归来，属下这不是一时激动没把持住吗？行了，少拍马屁。这里面有几部功法，你收进藏经阁。从今天起，圣殿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参悟，不用拿贡献值来换。天虚魔经，这可是只有历代店主才能修炼的功法。还有这个，这都是店主您当年亲手创下的无上神通啊！行了，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，有空多参悟参悟，争取早点踏入化神。对了，3天后本座在演武场传道，你也来听听。属下遵命。你是何人？本座天虚圣殿殿主印天诀。店主，真的是您的容貌怎么？这事说来话长，叶长老，放开心神，本座先替你除掉旧伤，其余的回头再说。一指，店主只用了一指就把我从濒死边缘拉了回来，甚至修为比受伤前还要稳固。店主还是一如既往的强，强到让我只能偷偷仰慕一辈子。多谢店主。行了，3日后本座在演武场传道，你务必来听，对你现在的情况大有好处。红衣遵命。店主到。不必多礼。300年前，本座与太虚圣主一战2败俱伤，闭关至今。这300年里，圣殿一天不如一天，弟子跑了，执事长老叛了，受尽了窝囊气，这些苦本座都知道了。不过，本座既然出来了，天虚圣殿就再也不用过从前那种憋屈日子了。今天本座传道，不教花里胡哨的功法，只传修行本源。什么是道？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天地万法皆源于道。修行最怕贪多嚼不烂，千万别好高骛远，忘了脚底下最根本的根基。以本座现在每秒万年修为带来的大道感悟，指点你们这帮最高不过元婴境的修士，那还不是降维打击，手到擒来？刚才讲的不过是大道的总纲，接下来本座跟你们细细拆解。
圣主，您今日出关，是不是有要紧事要吩咐我等？诸位好久不见，老夫今日紧急召你们来，是有要紧事商量。老夫没几天活头了，临走之前得给圣地扫除最大的障碍。今天不知为何，老夫突然感应不到天虚圣殿那家伙的气息了，就怕他是假死在暗处苟着。等老夫一咽气，东皇就没人治得住他了。老夫打算极致升华，燃尽最后3天的寿元，短暂恢复巅峰战力，亲自去藏天渊走一趟，把他连同天虚圣殿那些高阶战力一锅端了。圣主，万万不可！就算那魔头没死，也不至于让您做到这个地步。心意已决，不必再劝。那家伙战力登峰造极，指不定留了什么后手。万一他真在蛰伏，老夫也好跟他同归于尽。没想到修炼了几千年，到了寿元快减底时候，反而觉得一阵神清气爽。福田，圣主，弟子在。你的混沌体万古罕见，未来绝不止于东荒这一亩3分地。记住，修道之人莫要辜负了你这身天赋，要有凌云之志。圣主教诲，弟子永世不忘。修道之人该当如是，仗剑横推，死不宣战。老夫去也。恭送圣主。突破了！3位长老同时踏入化神，天佑圣殿，天佑圣殿啊！我的个老天爷，这就元婴巅峰了！老子在藏经阁苦了300年纹丝不动，跟着店主听了3天道，居然连升2阶。这传道也太轻松了，把网文经验祖录配上大道感悟，随便念几句，这帮人就噼里啪啦的突破，简直就是躺赢啊！要是多讲几天，岂不是能批量生产化神了？算了，先收工，嗓子都快冒烟了，回去得让人泡杯灵茶，好好享受享受。好了，今天有意思，这股气息啊，这种恐怖威压，有化神巅峰强者正在飞速逼近。强手来袭，快开圣殿大阵！慌什么？有店主坐镇，谁来了都得跪着唱征服。敢这么明目张胆踏进藏天渊，看店主一巴掌教他做人！我说怎么这么眼熟？原来是老熟人来串门了。系统，给我查查这老东西的属性。目标：太虚圣主徐禄生，当前极致升华，燃烧神魂血脉，寿命仅剩1刻钟。评估目标已摸到炼虚境门槛，建议宿主认真出。不好意思，走错平场了，建议宿主随意呼吸即可。极致升华，燃烧神魂。只剩3天寿命，还要拼死来杀我，这老头还挺有骨气的嘛。可惜啊，可惜！你若是早来3天，还真不好说。至于现在嘛，老子光传道这几天外泄的修为就不计其数了。你一个快咽气的化神巅峰，连给我塞狭缝的资格都没有。店主，徐长生来者不善，且抱了必死之心，要不要我们开启圣殿大阵？我等3人拼死也能拖住他。都退下！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何况用不着那么麻烦。有本座在这儿，自当一念杀之。老夫徐长生不请自来，还请天虚殿主印诀出来一见。
我操，这老头口气这么大！太虚圣主徐长生，300年前跟殿首干架的那个家伙，他怎么还没死？3名化神初级，这阵容已经远远超过了天虚圣殿当年的巅峰。看来今天老夫来对了，既然来了，那就一锅端了，一个都别想走，以绝后患。诸位，老夫只数3下，不想死太早的，就让你们殿主印天诀滚出来。3、2、1。徐长生，这气息，我极致升华重回化神巅峰，居然完全感应不到他的修为。要么他没有修为，要么他已经远远超过我了。一个快死的人，还敢擅闯我天虚圣殿，胆子不小啊！徐长生，你是觉得自己很勇，还是觉得本座提不动刀了？你是印天诀，这怎么不可能？这他妈不科学！一样的重伤，一样的刀伤入体，老夫闭关300年，试了无数种办法，修为哗掉，最后只能拖着残躯来送死。凭什么你不但没死，反而重返青春，活蹦乱跳，甚至比以前更强了？凭什么？你在震惊什么？真英本座怎么没死？还是震惊本座怎么比你强这么多？别你的我的了，你那点小心思，本座岂会不知？极致升华，燃尽神魂，只剩最后1刻钟的命，想在临死前拉本座垫背，顺便把天虚圣殿炸了，本座所言可对。说真的，你这种为宗门死不拴刃的风骨，本座确实佩服。不过佩服归佩服，你跑到我天虚圣殿来撒野，这事儿怎么算？剑道杀招，一剑斩苍穹！肉。化神法相，本命神通杀招，神之一手。徐长生，这一招300年前你就对本座用过，很遗憾，他已经过时了。3。怎么可能？这种手段不是化神层次，炼虚！你果然踏入了炼虚。失钻了，老夫属实没料到会是这么个场面。不过既然杀不了你，那就拼尽全力毁了你的天虚圣殿。想自爆，临死之前还想炸我天虚圣殿，你还真是执着的让人感动啊！老夫一生守护东皇正道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今日虽杀不了你，但也得让你天虚圣殿付出代价。哦，是吗？坐标太虚圣地，走你！哎，我操，这他妈也可以？滚！想自爆可以，毕竟这种令人敬佩的行为，本座怎么可以随意阻拦呢？只是不该脏了本座的门口，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。修道之人该当入世，总有一天，我要凭手中之剑。快看，圣主怎么回来了？不好，这不是凯旋，这是自爆！快开启圣地大阵，所有弟子迅速撤离！
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圣主不是去藏天渊了吗？怎么会被传送回来？能把极致升华的圣主逼到自爆，还能随手撕开空间，把这股毁灭力量瞬间传送回我们头顶，这人至少是炼虚大能！传令，即日起，太虚圣地封山，任何人不得再踏入藏天渊一步。我去，店主打了个响指就把人送走了，那可是太虚圣主，连还手都没还手就被店主随手拿捏了。什么叫言出法随？这就叫言出法随，店主牛逼！店主现在的修为，恐怕不止炼虚，不止炼虚，那岂不是不可说？不可说！本座3天传道已经讲完了，你们自己回去消化。有不理解的地方，可以找诸位长老请教。若是诸位供奉长老也有不理解的，那就再自己琢磨琢磨。你们现在好歹也是化神修士了，总不能让本座手把手教吧？不敢不敢，店主3日传道已经够我等参悟1000年了，岂敢再劳烦店主？都散了吧。你们3个跟本座来。刚才那个徐长生，你们看到了，感觉如何？很强。如果不是店主出手，即便是诸位供奉长老一同联手，也接不住他一剑。至于我们3人，恐怕连其一丝威压都抵挡不住，便会化作飞灰。算你们还有点自知之明。那你们想不想变强？强到有朝一日能凭自己的实力正面掀翻太虚圣子那种级别的天才？店主，只要能变强，属下愿付出任何代价。叮，恭喜宿主完成传道任务，奖励先天混沌体本源精华乘13，可植入任意目标体内，使其觉醒无上体质哦。太虚圣子靠着一个半生混沌体就牛上天了。今天本座直接搞个混沌体批发，看他以后还怎么装逼。任何代价，很好。那如果本座告诉你们，接下来你们将经历撕裂神魂的极致痛苦，比碎丹凝影还要痛苦10倍，你们还敢不敢？长风，你先来。去！我必须变强，这点痛苦算什么东西？老子要成为顶级天骄，成为店主手里最锋利的刀！这是化神初期，先天混沌体，上古10大圣体之一。从现在起，无论是修为还是天赋，你已然超越了太虚圣子。先天混沌体，无数修士求而不得的无上体质，店主竟然能靠外力直接植入。下一个。参见店主。店主此恩如同再造，从今往后，长风这条命就是店主的，谁对店主不敬，弟子便杀谁。以后有什么不长眼的东西敢来圣殿撒野，不用店主出手，弟子一拳一个。不错，相当不错，一个混沌体就够太虚圣地吹一辈子了。老子这儿直接量产了仨，这些要是传出去，太虚圣地那帮太上长老怕是要集体吐血3升。起来吧，本座只是给了你们一个起点，能跑多远，看你们自己的本事。另外，这事暂时别往外张扬，真实境界也别对外露出来，懂得藏拙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遵命。又是传道，又是杀敌，又是给弟子升级体质，我这店主当的也太忙了吧！看来得赶紧把这3个马仔培养起来，替我打下手了。今天天虚圣殿发生的一切，藏天渊深处那个神秘势力肯定已经尽收眼底。窝在别人家地盘还敢这么肆无忌惮的窥视，说明对方根本没把天虚圣殿当回事，敢肆意窥视我，让本座看看你们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！哦，此人竟能屏蔽本少主的神念感知，这小小的东荒居然藏着这等强者，有趣，有趣啊！少主，此人3日前还油尽灯枯，不知发生了什么，正在濒死之际活出了新的一世，现在连属下也有些看不透了。根据东荒的战力上限，此人方才展现的手段虽诡异，但想必不会超过炼虚后期。炼虚后期，明老，你跟了本少主这么久，眼界怎么还是这么窄？能以一己之力屏蔽本少主的神识探查，不入渡劫，试问谁能做到？少主的意思是，此人已踏入渡劫之境，半步真仙。依本少主看，这人最低也是半步渡劫修为。区东荒贫瘠之地，居然能养出这等强者，苍元界果然比预想的要有意思得多啊！少主，要不要趁早把他扼杀在摇篮下？您若解开天道压制，全力出手，镇杀他不在话下。不急，我族100年后传送祭坛成型，大军降临的时机还没到，贸然引来天道镇压，反倒得不偿失。那人就算发现了我们，谅他也不敢贸然过来窥探。若是他真不长眼，那就做了他。反正100年后我族大军降临，谁也跑不掉。身上的气息隐隐被天道排斥，阴冷暴虐，看来是几万年前入侵过苍元界的异域魔族啊！渡劫巅峰，要是换做我闭关前，还真拿你没办法。至于现在，无非一念之间的事。如今圣殿百废待兴，那3个混沌体徒弟还得猥琐发芽，护法的位置又一直空着，总不能啥事儿都让我这个店主亲自跑腿吧？哎，这小子不错，渡劫巅峰，魔族少主，长得人模狗样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邪魅狂狞的反派气质，带出去多有面子！这不就是天生的圣殿左护法苗子吗？以后出门一个眼神，左做法上去干就完了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至于你同不同意，那可不是本座该考虑的问题。明老，传令下去，所有人收敛气息，这段时间尽量别外出。虽说本少主不怕天虚圣殿那家伙，但若是对方头铁，打起来也是件麻烦事。别影响了族中计划，让我那几个兄长抓到把柄。遵命。什么？我靠了个 DJ， 这家伙怎么直接找上门来了？我话音都还没凉啊，这打脸来的也太快了吧！东荒的本地土族都特都这么猛，这么不按套路出牌的吗？少主，看来我们还是小瞧了苍元界，此人实力深不可测，不宜正面交手。慌什么？有本少主在，即便他真是渡劫修为，也不过是自己送上门找死。让他进来，本少主倒要看看，这位天虚圣殿的殿主到底有几斤几两。我去，不好！
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少主，快走！哦，不错，还站着呢。天虚殿主应天诀是吗？你可知本少主是谁？知道，异域魔族渡劫巅峰修为，勉勉强强。勉勉强强，武龄不过100岁的渡劫巅峰，苍元界的战力天花板，你特妈说勉勉强强？虽然我知道你确实有点东西，但能别这么装逼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异域之人入我圣殿，本座许你护法之位，否则死。他可是天魔一族少主，注定统御万族的存在，给一个人族当护法。小子，你是第一个敢如此对本少主说话的人，很好，很好啊。接下来，本少主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强。跪下！少主！臣服或者死。我修行不过100载，大遍真仙之下无敌手，何时受过这种奇耻大辱？哪怕引来天罚，也要跟眼前之人同归于尽。这种令人绝望的惊天手动，莫非此人修为不弱于老祖？前辈，我服了，我真服了。很好，相信本座，你将会为今天的选择感到庆幸。对了，报上你的名字。在下天魔一族，天下无双。嚯，天下无双，你这名字起得挺牛逼的嘛。不敢，在前辈面前不敢牛逼。去他的！到底是族里哪个臭情报官，信誓旦旦给老子说东荒最弱的？这要是算弱，我们天魔一族还入侵个屁呀！直接就地解散，回家种红薯算了。还有你个老登，出发前拍着胸脯说东荒化神巅峰就是顶尖战力，没有威胁，人家就用了2个字，老子堂堂渡劫巅峰就直接跪了，这也叫没有威胁？族长父亲，对不住了，无双也不想当叛徒，可这老板实在太猛了啊！放开心神。从今往后，不管你跑到哪个位面，只要敢有异动，本座一念便可让你神魂俱灭。圣殿左护法正式就位。多谢前辈不杀之恩。叫殿主。多谢殿主不杀之恩。这人是你带来的，就留着继续给你打下手吧。老夫多谢殿主，多谢殿主。走吧，随本座回天虚圣殿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天虚圣殿的左护法了。敢问殿主，那右护法是哪位道友？右护法位置还空着呢。对了，你们天魔一族年轻一辈里面，还有没有跟你差不多厉害的？怎么着啊？你特么这是打算把右护法也一块从我老家打包了吗？直接演都不演了是吧？逮住一只羊往死里撩啊！走吧。来了。这人谁啊？简直帅得皮爆！稍逊店主一筹，略胜我一筹。看起来好年轻，这么年轻能当护法，连修为都感受不到，绝对深不可测。强，太强了！我们化神初期的感知力，在他面前竟然生出一种面对店主时的渺小感。这人
也跟店主一样变态。诸位，此人名为天下无双，炼虚巅峰修为，从今日起便是我天虚圣殿的左护法。炼虚巅峰比太虚圣主还高整整一个大境界。我的天，店主从哪里找到这种盖世强者？完了，我刚才还说人家长得比女人好看，他该不会记仇吧？炼虚巅峰，这样的强者居然都被店主收服了。很正常，对面是什么境界都不稀奇，反正都不是店主的对手。店主牛逼！试问本少主何时如此憋屈过？要不是打不过店主，老子现在就想一脚踏平这破地方。3个化神出气，一群元婴遍地金蛋，这帮人在东荒算霸主，但在本少主眼里，跟蝼蚁有什么区别？光是我身后这个合体巅峰的老奴，就足以单手把在场所有人吊起来打。我操！我他妈没眼花吧？竟然全都是混沌体，还是先天的！我们天魔一族传承万代，才出了一个混沌体老祖当宝贝供着，这连灵气都贫瘠的令人流泪的东荒，居然足足有3个，加上太虚世子，整个苍元界至少4个。我的天，这他妈什么情况？什么时候混沌体变得这么不值钱了？大白菜吗？还带批量种植的？你好像想说点什么。回店主，没什么，老夫只是觉得圣殿气象不凡，心中感慨。拿着，这是圣殿左护律令牌，凭此令牌，可自行前往乾元峰开辟洞府。今后你便住在那里。你们2人可以先退下了，四处转转，熟悉熟悉环境。若有什么事，本座自会传唤。多谢店主遵命。吓死我了！刚才那个左护法看过来的时候，我感觉自己像被一只远古凶兽盯上了，那可是炼虚巅峰啊！店主到底是从哪里把这种人挖出来的？管他从哪里挖的，反正现在是咱们圣殿的护法了。这东荒还有谁敢惹咱们？以后咱们出去横着走都行。环境还不错，比之前那鬼地方强多了。少主，这地方也太破了吧！咱们天魔一族的御兽房都比这气派啊！凑合住吧，好歹现在是寄人篱下，就别那么挑了。走吧，既来之则安之，眼下咱们也只能屈居于此了。明老，怎么连你也变得这么扭扭捏捏的了？有屁快放！少主，老夫发现天虚圣殿那些人修为气息不对劲，与3日前老夫查探时相比，足足高了好几个小境界。哦，具体说说。这样的变强速度，完全不像是正常修炼，跟被人强行灌顶了似的。仅仅3天之内，就让一群人接连突破。若是得到了逆天大机缘，也断然不会如此离谱。除非这一切都是店主的手段。老夫也是这么想的。以店主碾压少主您时的轻松程度来看，他确实有这个本事。被碾压是事实，想开点也不丢人。反正明老也被压得像条死狗，大哥不孝二哥。对了，你之前说店主修为跌落到筑基期，寿元没剩几年，这事你确定没看错？少主，老夫监视了整整200年，店主此前确实油尽灯枯，寿元最多只剩3年，这一点老夫敢拿性命担保。200年来他的气息一直在衰减，可3日前忽然变得深不可测，仿佛换了个人。难不成店主是被某个族强者夺舍重生了？传闻那些上古大能的残魂会在原主濒死之际趁虚而入，活出第2世。若是如此，一切便说得通了。上古大能夺舍重生，那他的见识、功法、对法则的领悟可不会消失。本少主卡在渡劫巅峰好几年了，摸不到真仙境门槛。要是能得到店主指点1、2，一举踏入真仙境绝对不是梦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若真是如此，咱们给他当护法，非但不亏，反而赚大了。少主英明啊，能从绝境中看到机遇，这份眼力老夫自愧不如。行了行了，少拍马屁。少主，对了，那族中入侵苍元界的计划，明老，咱们现在命都捏在人家手里，还管什么计划不计划？东荒这边的传送祭坛已经没了，就让我那几个好兄长自己去想办法吧。少主所言极是，老夫明白了。下去休息吧。
数日后，一道消息如同惊雷般席卷东荒大地，无数宗门为之震动。太虚圣地封山闭市了，这不是普通的闭关，所有在外历练的弟子被尽数召回，一切与外界的联系全部切断。那座屹立东荒万年不倒的巍峨山门，第一次对世人禁闭。太虚圣地封山，万年来未曾有过之举啊！四位太上长老七系化神，圣子又是混沌体，如日中天的时候，怎么会突然封山？莫非圣主他老人家真的陨落了？不可能，圣主化神巅峰修为，睥睨东荒数千年，怎会轻易陨落？那若不是出了天大的变故，他们何至于此？太虚圣地封山，圣主恐怕凶多吉少。虚圣主乃是我东荒正道的擎天之柱，若这柱当真断了，东荒将再无安宁之日。东荒要变天了，大争之势怕是要来了。如今还能依靠的，恐怕只有瑶池圣地了。师尊，太虚圣地几日前宣布封山闭野了。玉儿，对于此事你怎么看？回禀师尊，太虚圣地实力比我们瑶池还要略胜一筹，如此匆匆闭市，定然是出了某种天大的变故，绝不是小事。徐圣主自1000年前与天虚殿主一战后便再未现身，1000年来东荒发生了多少大事，他却从未出面，这本身就不正常。莫非徐圣主当真如传言中那般，早已油尽灯枯？你说的没错，这位纵横东荒数千载、痞难一个时代的徐道九，恐怕是真的出事了。否则以太虚圣地的强势，绝不能做出封山之举。东荒正道失去徐道友坐镇，足以搅动各方势力格局，但为师最担忧的还是藏天渊深处天虚圣殿的那位。若他也没死，若他有朝一日卷土重来，这东荒将无人能与之抗衡。师尊说的是那个1000年前能与徐长生正面硬豪的盖世魔头印天诀。若正道第一人已死，而魔君还活着，正道将迎来真正的末日。师尊放心，弟子一定会竭尽全力修炼，争取早日踏入化神期。无论将来发生什么，弟子都会与师尊并肩而战，守护好瑶池圣地，绝不会让师尊失望。幼儿，你比为师年轻的时候强多了，不过你也要记住，东荒的天塌了，不止我们瑶池圣地一块顶着。太虚圣地的秦福天与你同为年轻一辈的翘楚，你们二人若能尽快成长起来，或许东荒正道便还有转机。弟子明白。好了，去修炼吧。为师也该去准备了。太虚封山，4大宗门人心惶惶。现如今，放眼整个东荒，就属本座修为最强。这时候，若是本座都不出面，东荒必将彻底乱窜。为了东荒正道苍生，我瑶池圣地是时候该彻底入世了。天机阁，东荒最神秘的势力之一，他们掌握着最逆天的力量，占卜天机，窥探命运。师尊，弟子近来夜观星象，得出一卦，太虚圣地的那位前辈陨落了。天玄，你能算出此事，说明这300年来天机推演之术已然登峰造祖，快要赶上为师了。一切都是师尊教导有方。不过，你可算出徐道友是在何处羽化？弟子重复演化了多次，最终结果都指向太虚圣地。没想到强如徐前辈那等绝世人物，也有油尽灯枯之时。天玄，你说的没错，他确实陨落在了太虚圣地。但如果为师告诉你，他在陨落之前曾踏足过藏天渊，你怎么看？藏天渊，难不成徐前辈自知时日无多，想在弥留之际再与天虚圣殿那位存在一战？可这不合常理。以他的性格，断然不会在藏天渊全身而退之后，又回到圣地才咽气。这也正是为师感到恐惧的地方。似乎在徐道祖濒临陨落之际，有人以大神之术将他瞬间送回了太虚圣地。
换句话说，他在藏天涯遭了致命一击，连死都来不及，死在那里，便被人直接送了回去。师尊可有算出是何人出手？是不是天虚圣殿那位？师尊您一身天机占卜之术冠绝东荒，竟然也遭到了天机反噬。为师这点修为，仅仅只是测出了徐导有去过藏天渊这一丝天机，便已经惨遭天道反噬，神魂重创，100年之内难以恢复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有些强者仅仅只是被人道出其真名，便会引发天地感应，降下灾劫，更别说妄测天机了。天玄，你记住，与藏天渊有关的一切莫要掺和，或者说远离天虚圣殿。弟子谨记教诲。但如今太虚圣地封山，正道群龙无首，我们天机阁又当如何自处？是否也要暂避锋芒？至于天机阁何去何从，且待瑶池圣主降临之后再议。瑶池圣主，师尊的意思是？他已经在路上了。正道仅存的最大势力，必然会来向为师问卦。本座瑶池圣主前来求见天机道人。到了。圣主，老朽已恭候多时，还请入山中一叙。晚辈眼天玄见过圣主。元婴初期气息沉稳，法则感悟远超同辈，不愧是天机阁首徒，想必已尽得天机道人的真传。前辈谬赞了，晚辈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师尊他老人家学习。圣主不惜亲临寒舍，想必是为了太虚圣地封山毕业一事而来的吧？正如天机道友所言，本座想知道徐圣主是否当真已经陨落，还有藏天渊之内天虚圣殿的那位，如今到底是何境况？关于太虚圣地之事，老朽可以直言告知圣主，徐道友他的确已经羽化仙去了。东荒正道数千来最强的一根擎天之柱，真的断了。那藏天渊之内天虚圣殿的应天诀呢？他是生是死，修为如何？圣主，关于天虚圣殿的那位，老朽无可奉告。无可奉告？以天机道友冠绝东荒的占卜之术，也推算不出他的虚实。除了推算不出之外，还有不敢推算。有人以大神通遮掩了整座藏天渊的天机，将那里的一切彻底屏蔽。老夫若是强行占卜，轻则修为尽废，重则当场神魂俱灭，连轮回的机会都不会有。原来如此，本座明白了。看来太虚圣地匆匆封山，十有八九是因为藏天渊出了大变故。那个大手笔遮掩天机的人，必定就是应天诀。若真是如此，东荒正道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。天机道人，这是瑶池圣地的赤魂果，对于神魂受创者有奇效，以此作为备礼，还请天机道人为本座的弟子补上一卦。圣主所言，可是瑶池圣女苏西？正是有耳。如今东荒巨变将至，本座想知道他未来的道途如何，是否带有生死劫难？圣主所言，老朽已悉数知晓。既然如此，老朽这便起卦，一看便知。师尊！圣主，大凶之兆！大凶之兆啊！天机道友，到底是何等凶兆？可否细说一二？圣主，实不相瞒，在方才的占卜之中，老朽看见了令人惊恐的一幕：有人仅凭一刀，便将圣女砍成了2半。什么？天机道友可看清对方是何身份，是何修为？
没有，那人似是在冥冥之中感应到了老朽的窥视，只是回过头来瞥了一眼，仅仅只是一眼。老朽方才那道神魂创伤，便是被对方一个回眸所伤。若是再慢上一息，此刻老朽恐怕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本座太清楚天机子的实力了，凭借天机推验，连化神巅峰都能看清一二。可对方仅仅隔着卦象的一个回眸，就差点让东荒第一占卜师当场暴毙。那到底是什么境界的怪物？此事连累天机道友了。这是凝魂珠，有着滋养神魂的功效，全当是本座的赔礼。这趟买卖说实在的真是血亏呀，差点当场饮恨归西不说，神魂再遭重创，1000年之内恐怕都无望彻底恢复了。这2颗珠子再珍贵，比起老夫的1000年苦修，算个屁呀！天机道友请好生休养，本座告辞了。恭送圣主。天玄，即日起，为师需要闭关疗伤，天机阁的一切事务，暂时就交由你代为掌管。切记为师方才的话，与天虚圣殿有关的一切，莫要掺和。弟子谨遵师命。藏天渊内有人一念镇杀徐长生，逼得太虚圣地封山避世。不久的将来，异域魔族入侵东荒，一刀斩杀瑶池圣女。此间种种，还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是的，师尊没算出来的东西，我算出来。我不仅算出徐长生是在藏天渊被人一念镇杀，临死前丢回了太虚圣地，我还算出了那把斩杀圣女的长刀上缭绕的魔气并非此界之物，而是异域魔族。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这大道征途，必有我尹天玄一席之地。诸位长老，本座刚从玄机山已确认，太虚圣主徐长生已然羽化仙去了。除之外，本座请天机子为圣女卜了一卦，卦象为大凶之兆。敢问圣主，那大凶之兆究竟是？天机子为此卦遭到天机反噬，险些当场陨落。他只来得及说，有人仅凭一刀将玉儿斩成2半，连对方的身份和修为都没看清，便被对方隔着卦象回眸一瞥，重创神魂。出手之人的修为，已非我等所能揣度。即日起，瑶池圣地昭告东荒，正道一脉盟友自当同气连枝。若有任何一方受敌，其余势力定要群起攻之，迅速支援，共度难关。大征之势已至，谁都无法独善其身。另外，开启瑶池之门。圣主，瑶池之门乃最古老的传承秘境，伴随着九死一生的考验，圣女虽天资卓绝，但本座知道，正因为凶险，才必须让她进去。天机子的卦象不会骗人，雨儿将来有一场生死大劫，撑过去，前方道途海阔天空；撑不过去，100年修行付诸东流，身死道消。本座能做的，便是让她在劫难来临之前变得足够强。谨遵圣主法旨。师尊，弟子一定会活着出来。
诸位瑶池前辈，若你们在天有灵，便保佑玉儿平安回来吧。如今老圣主仙逝，我太虚圣地选择封山，一切压力终究还是落在了瑶池圣头上。不知道瑶池圣主能扛多久，又能扛到什么程度？傅天，老圣主陨祸后，太虚圣地的未来全系于你一身。如今东荒诸变，大争之势已至，也是时候让你进入太虚剑冢了。是圣主，弟子定然不负老圣主所托，亦不负圣主今后期望。传道也传了，护法也收了，该干的事儿都干得差不多了，还不让人享受享受？叮当，叮！检测到东荒存在逆天之人，发布支线任务，将其收为宿主首徒。奖励原始混沌道体。哦，逆天之人收徒。自上次传道之后，系统已经有段时间没主动发布支线任务了。能被系统判定为逆天之人，想必对方绝非凡俗之辈。弹出他的个人属性面板，让我看看有什么独特之处。目标属性已生成，请宿主查收。姓名逆天而行，今年才10岁哦。身份凡人之子，境界只有炼气初级呢。天赋和体质，哇塞，居然是传说中的混沌修罗魔骸。不过目前还是未觉醒状态。法器、功法、本命神通，统统是报告完毕。纯的一个野生极尘小白号。嚯，逆天而行，这名字比天下无双还牛逼啊！一个凡人之子，血脉里没有任何式的传承，却偏偏身怀混沌修罗魔骸，这他妈是逆天的概念，可谓是浅滩里飞出了条真龙啊！混沌修罗魔骸，上古10大魔骸之首。单论天赋而言，混沌体就已经足够妖孽了，但与混沌修罗魔骸相比，还是稍逊一筹。拥有这种体质的人，天生就对魔道法则有着逆天亲理，修炼魔道功法如同吃饭喝水一般简单，越级而战如同家常便饭。若是魔骸彻底觉醒，更可化身混沌修罗，不死不灭，堪比混沌修罗在世。一个混沌修罗魔骸的潜力，便足以抵得上整个异域魔族的威胁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既然被我给碰上了，那这徒弟要是不收，简直就是暴殄天物。找到了，太虚圣地脚下虚元城。以我如今的修为，大可直接凝聚一具分身前去，或者干脆一念之间挪移时空，将那个少年直接拉到自己面前。转念一想，躺了这么些年，骨头都快躺散架了，出去透透气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。反正宗门里现在有左护法天下无双那小子镇着，还有3位化神长老以及3名真传看着，出不了乱子。徒儿，为师来了。金丹上品火灵根，好苗子，我真害怕要了。金丹中品水灵根，来我皓月阁，直接入内门。又是一个金丹上品金灵根，虚元城这一代的孩子还真是藏龙卧虎。下一个五灵根下去，五灵根下一个。陈长老啊，收徒这事儿讲究个缘法，强求度说不定下一个就是剑灵根呢。元婴中品剑灵根，我天剑剑门这一趟算是捡到宝了。剑灵根，如果我也能拥有灵根就好了。哪怕是最下品的杂灵根也行，只要能让我踏上修炼之路，掌控自己的命运，再也不用任人欺辱。他叫逆天而行，虚元城最底层的普通人，没有灵力就练肉身，没有丹药就啃野果。几年下来，他竟然硬生生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孤儿，凭着血肉之躯练到了炼气初期。对于这些人的脸，
每一章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刻在了骨子里。若有朝一日能够逆天改命，我定要每一个欺辱过我的人付出代价。有趣，小小年纪就这么重的杀意，还藏得这么深。这眼神，这心性，这凄惨的背景设定和隐忍的复仇执念，比我笔下写过的任何一个主角都要带劲啊！这徒弟绝了！3个铜板，谢谢。哥儿几个，这小子刚才说什么？3个铜板，他居然敢跟咱们要呀！小子，听好了，哥儿几个吃你的野果是给你脸。这虚元城谁知道我铜头哥的大名？信不信老子一个喷嚏都能把你喷出城外去？我说3个铜板，谢谢。哎呦我去！你他娘是真想死啊！你竟敢踹我的摊子！这怎么可能？一个10岁只有炼气初期的孩子，瞬息之间跨越境界，击溃了炼气后期的壮汉。这份战斗本能和下手时的果断，这分明是一头在荒野里独自搏杀长大的狼崽子呀！我跟你说过，3个铜板。放肆！小小年纪出手竟如此狠辣，为了一点口角的当街重伤他人，日后还了得？他砸我摊子，断我生计，我出手反击自保有什么错？没错，我也觉得没什么错。没人教自己练的。自己练的？确实没有灵根。我知道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小子，灵根这东西就像一张入场券，没有它确实进不了正统修仙的大门。但谁说没有入场券就进不了场了？翻墙不行吗？砸门不行吗？把整堵墙都拆了不行吗？你虽然没有灵根，但你有一块天生就该修磨的骨头。那玩意儿比灵根好用多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逆天而行。天黑行，这名字取得好，比本作某个护法的名字还响亮几分。那我再问你，你想变强吗？想。有丢想？比想活命还想。很好，那如果本作告诉你，拜我为师，你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苛搏炼，你还不敢？弟子逆天而行，拜见师尊。你是何人？此子当街行凶，李亨交由虚元城府衙处置，岂容你说带就带走？本座是谁，你不配知道。这孩子杀人有理有据，对方先踹了他的摊子，他动手反击，天经地义。倒是你们3大门派在这里收了半天徒弟，一个为他出头的人都没有，现在倒跳出来主持公道了。这位道友，此子是凡人，没有灵根，你收他为徒毫无意义。没有灵根？你觉得你身边那个元婴中品见灵根就算是天才了？本座告诉你，在本座的徒儿面前，他那点资质连提鞋都不配。今天是你拜师的大日子，为师也没什么好送的，就送你一份见面礼。你体内那块骨头睡了10年，也该醒了。
这是什么气息？师尊，这只是开始，你现在不过是化神巅峰，离为师心目中那个能横推诸天的徒弟还差得远。走吧，跟为师回天域圣殿，那里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晚辈有眼无珠，不知是圣殿强者亲临，方才多有冒犯，还请前辈恕罪啊！行了行了，别磕了，本座今天是来收徒的，不杀人。不过你们三大门派记住了，以后收徒弟归收徒弟，别动不动就拿金丹威压去压一个10岁的孩子，传出去不好听。是，谨遵殿教教诲，谨遵殿教教诲。很好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便是我印天诀的首徒，天虚圣殿首席大弟子，位列所有真传弟子之上。弟子多谢师尊，这份恩情比天还重，比命还重。从今往后，谁要是敢说天虚圣殿一句坏话，敢对师尊有半点不敬，我便杀谁。这小子肯定又在疯狂自我脑补了。不过也是，从小无父无母，在这吃人的修仙界孤零零活了10年，突然有个靠山，感动这样也在情理之中。此处便是为师的洞府所在，以后你就随为师在此修炼。若是需要修炼资源，就带着为师给你的首席令牌去拿。无论是藏经阁、丹药阁还是药园，只要亮出这块令牌，哪儿都会给你放行。是师尊，弟子明白了。去外面随便转转，熟悉一下圣殿环境。为师需要躺一会儿。是师尊，弟子告退。那一夜，他没有拒绝我。那一夜，我伤害了你。看见没？这他妈才叫生活啊！有好酒为什么不喝？美食为什么不吃？老子每秒万年修为自动到账，躺着都能变强，费心劳力去苦修，那不是脑子有泡吗？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单手横推苍元界，把2大圣地和4大宗门全收了，连气都不用喘。但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，没经历过生死磨砺的修士终究是纸老虎。我一个人牛逼不够，我得让圣殿随便拉出一个人都能横压一方。所以杀戮在所难免，让他们去绝境里杀出个朗朗乾坤。而我嘛，身居幕后兜底就行了，舒坦。对了，系统，此次发布的支线任务奖励给我看看。支线任务已完成，获得奖励原始混沌道体。好家伙，这玩意儿我以前在系统城瞟过一眼，那积分后面的零多的能让人头晕。系统，把这原始混沌道体给我直接怼到我现在的先天机面魔体上。收到，宿主大大请闭眼，马上为您融合。舒坦。哎，一不小又变强了，这种躺着也能变强的感觉，真是让人身心愉悦啊！少主，老夫打听到了一件事。何事？说。天虚圣殿众人的修为之所以在短短3日内暴涨，都是因为前几日店主在演武场开设了为期3天的传道盛典。
此话当真，绝无半句虚言。明老，靠一场传道让数百人同时突破瓶颈，放眼整个异域，有几人能做到？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咱们天魔一族咖好有一位，便是那位身怀混沌体的老祖。当年老祖开坛讲道，100万精锐齐聚，一场讲道下来，甚至有数百位渡劫巅峰的长老当场踏入真仙境。没错，换句话说，店主的真实修为至少不弱于老祖。200年前，我作为天魔13太保里排名垫底的末位少主，被当成弃子塞进贫瘠的恩荒当先遣队，苦不堪言的靠吞噬神魂维持修为。那几个好兄长，尤其是老大，200年过去，修为怕是又精进了不少。如果之前的蛰伏是血亏，那现在成为左护法，就是一个天大的转机。只要能得店主传道1、2，我的修为绝对能原地起飞，真能以一己之力掀翻那几个强到变态的兄长。天虚圣殿境内哪来的小孩？少主，此子似乎从未在圣殿之内见过。让他进来看看。小友既已至此，不妨进来一叙。本座天虚圣殿左护法天下无双，小友看着面生，莫非是初来圣殿？在下逆天而行，天虚圣殿首席大弟子，见过2位前辈。逆天而行，好名字，霸气侧漏。你说你是天虚圣殿首席大弟子，莫非师承当今殿主？正是。师尊将我带回天虚圣殿之后，让我四处转转熟悉环境，不经意间便走到了此处。若有打扰之处，还望护法前辈见谅。哈哈哈，原来是殿主首徒，那岂不是自己人吗？什么护法前辈，太见外了，以后直接叫我无双大哥就行。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，在苍原界这1亩3分地上，大哥罩着你。初次见面，大哥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，这是噬天魔龙的龙珠，就当见面礼了。这噬天魔龙的魂珠确实非同小可，若能炼化此物，对我觉醒混沌修罗魔海必将有莫大的好处。多谢大哥，无双大哥的礼物很是贵重，小弟定会好生使用，不辜负大哥一番心意。好，好，好！我兄弟年纪虽小，却是个实实在在的性情中人，不愧是店主首徒。以后有空常来大哥这里玩，缺什么修炼资源尽管开口，大哥这儿别的没有，好东西倒还囤了些。多谢大哥，我还得到处转转，就先告辞了。少主，那颗噬天魔龙的龙珠可是您留作冲击真仙境时用的呀。当年族长大人亲自斩杀噬天魔龙赐予您，就这么送出去了，是不是有些草率？明老，你觉得一颗噬天魔龙的龙珠能和店主的首徒相比吗？龙珠没了，本少主踏入真仙境顶多费些周折，但这小子10岁的化神巅峰，店主亲口承认的首席大弟子，不出100年必将踏入真仙之境。这种潜力股，待他还没彻底发气的时候结识，等他将来一飞冲天，你觉得他会忘了本少主今日的天使投资吗？说到底，这是一笔梭哈，一份情谊，一个提前下注的绝佳时机。区区身外之物，怎能与本少主的前程相提并论？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今日的选择到底有多牛逼。少主目光长远，老夫自愧不如。这个天下无双的确是可造之才，舍得出手梭哈，懂得投资，关键时刻还知道护人，连冲击真仙用的龙珠都舍得拿出来送人，诚意十足。既然这么上道，日后倒是可以好好培养一番。等过段时间闲下来，给他来一场小造传道也未尝不可。不过也不急于一时，
先让这左护法再表现表现，多攒点功劳再说。很快，时间来到3个月后。店主，老奴我顿悟了，老奴踏入化神了。哦，还行，继续努力。遵命。最让我满意的还得是这首席大弟子，不过短短3个月就曾化神巅峰，进入了炼虚初期。虽说那颗噬天魔龙的龙珠功不可没，但更恐怖的还是他这混沌修罗魔骸啊！记住，我们的口号是秒天、秒地、秒空气。这3个月，我除了偶尔给他灌输点秒天、秒地、秒空气的思想，几乎没给过任何实质性的指导，全靠这小子自己野蛮生长。10岁的炼虚初期，呵呵，这要是说出去，能把整个苍元界的修士活活吓死。哪怕是把中州的那些盖世天骄拉过来，也得当场跪下叫一声爸爸。如今圣殿上下战意高昂，也是时候君临天下了。这第一刀就从藏天渊开始。天虚圣殿所有高层，速前来主殿议事，本座有事交代。诸位，如今圣殿实力大增，是时候该出手血染苍穹了。店主，您就发话吧，咱指哪儿打哪儿，绝不含糊。这3个月都快闲出鸟来了，正好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杀戮来解解闷儿。以你的修为，若是让你出手，整个苍元界除了那些隐匿至今的老家伙，没几个人能是你的对手。隐匿至今的老家伙，店主这话的意思是，苍元界还有能和我正面交锋的强者存在。果然，这看似普通的苍元界，暗中却是藏龙卧虎。想必数万年前与异域魔族凌天一战的那些恐怖存在，至今估计都还没彻底死绝死透。回禀店主，圣殿行事，倘若那些家伙出面阻拦，我等该当如何？对此大可放心，只要你不出手，那些人是不会出面阻拦的。这数万年来，苍元界的那些人一直都在暗中提防着异域魔族降临。再三考虑之后，那些驻守的强者便纷纷离开了东荒，去往了中州，或是自己开辟洞天隐匿，或是封闭修为，假死沉睡。而此时此刻，在这藏天渊深处的某个角落里，就埋着一个有点牛逼的家伙，他的修为可是真仙之上。我滴个乖乖，数万年前连异域魔族的强者都在此地吃过亏，更别说我这个渡劫巅峰了。若不是我们降临后用阵法隔绝了天机，且没有大肆屠辣，那个埋在土里的老怪物早就苏醒了，我他妈差点就血洒东荒了。店主，既然不需要我动手，那需要我做些什么？既然要让天虚圣殿众人历经生死搏杀，从死亡之中蜕变，就不能有强者过多干预。你和明老只需在身后压阵，作为此次行动的护道者，为天虚圣殿出征保驾护航便可。这是本座的一丝神念，有其加持，即便是苍元界天道也无法感知你2人间的气息。若有危险，尔等可随意施为。这神念简直牛而逼之啊！不仅彻底屏蔽了天道压制，战力更是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。这条大腿，本少主算是彻彻底底的暴食了。多谢店主，我2人定然不负所托。这些年来，随着天虚圣殿的没落，那曾经追随圣殿的魔道势力，为了不再缴纳资源，尽数选择了背叛脱离。传令下去，就拿这家伙开刀。请问店主，若是有人选择臣服，我们该当如何？杀，一个不留。既然选择了背叛，就该承受相应的后果。是，谨遵店主之命。师尊，那我呢？我可以做些什么？以你炼虚初期的修为，这藏天渊还没有你的用武之地。但既然想去，便随他们去玩一玩吧。是，师尊。不愧是混沌修罗魔骸的拥有者，身负逆天命的人。
如此年幼，杀心却比我都还大。宗主，天虚圣殿那边怕是真要对昔日背叛的所有势力动手了。慌什么？天虚圣殿就算恢复了元气，想要一口气吞下整个藏天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本座已经联络了血手谷、噬魂殿、白骨崖等5家势力，组成了攻守同盟，6大宗门加起来近20位元婴，就算他们杀过来，也未必不能一战。宗主可曾想过，若是天虚殿主亲自出手，我们又当如何？以他的修为，抬手间便可覆灭整个阴煞宗。诸位放心，几年前圣殿的柳神2位护法曾暗中找过老夫，他们亲口证实，殿主因300年前的一战身受重创，修为跌落，寿命无多。即便他出关了，也绝无可能亲自踏入天虚圣殿。阴煞老祖，给老子他妈滚出来！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！200多年前，阴煞宗叛出圣殿，杀我圣殿弟子，夺我圣殿资源。今日奉殿主圣令对尔等进行清算。殿主圣令，血洗藏天渊，就从阴煞宗开始，无论老幼，一个不留。杀！你难怪师尊说以我的修为还没有用武之地，这些人也实在是太弱了。死！身为蝼蚁，就该有蝼蚁的觉悟。放肆！来者何人？圣殿第8真传顾长风，奉殿主之令，前来送诸位上路。少主，这番杀戮还真是让人手痒呢，不由让老夫想起了过去在其他大陆随意杀戮的风光爽月，那是我逝去的青春。店主说了，我们只需压阵。再说这种级别的战斗，本少主也没兴趣出手。将来若有机会，倒是想和苍元界的那些上古强者碰一碰。拜见殿主！回禀殿主，所有叛宗势力共计13宗，已于昨夜悉数剿灭，缴获资源正在清点中，初步估算可抵圣殿过去1000年开销。说得不错，该杀的人一个没留，该抢的资源1分没少，这才是天虚圣殿殿该有的作风。本座还算满意。不过你们也别太得意，13个宗门最强不过元婴后期。有圣殿13位化神供奉长老加3位真传出手，这要还能出岔子，你们干脆自废修为回家种田算了。店主，您是没看见顾长风那小子一剑劈下去，阴煞宗数座山头直接裂成了2半，还有温无极一指就把血手谷的护山大阵砸了个稀碎。傅青岩更狠，算魂殿那帮玩灵魂的孙子被他的幽冥勾魂链直接串成了糖葫芦啊！行了行了，功劳本座都记着呢。检测到宿主已完成藏天渊统一之战，发布连环支线任务，镇压东荒。任务目标：将天虚殿的旗帜插遍东荒每一个角落，令所有修仙势力臣服于圣殿脚下。任务奖励6年混沌祖龙旗，真仙期巅峰。脚踏混沌祖龙啊！试问哪个男人没做过这种梦？前世写小说的时候，不知道给主角配了多少条龙，五爪金龙、九幽冥龙、混沌祖龙，光是起名就能起一下午。
我，现在轮到我自己了。说不心动那是假的。这就像前世的跑车一样，那特妈妈可是身份的象征，你可以不用，但不能没有。这买卖稳赚不赔。镇压东荒吗？这个任务和我的下一步计划不谋而合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还有一件事要办。不出几日，东荒某座沉睡了数万年的仙府秘境就要现世了。那些正道宗门的天骄们一定会蜂拥而至。这么好的狩猎场，怎么能便宜了别人？店主这个笑容我太熟悉了，每次店主露出这个表情，意味着有人要倒霉了。昨晚的杀戮不过是一道开胃菜，接下来本座说的事才是真正的正餐。不出几日，东荒境内将有一座上古仙府秘境现世。这座秘境沉睡了数万年，里面随便一件东西拿出来，都够外头那些宗门抢破头。谁若能够从里面活着出来，修为必定大有长进。这座秘境现世的消息，自然瞒不过东荒那些所谓名门正派。太虚圣地虽然封山了，可瑶池圣地还在，四大宗门也在，他们都会派人进去争夺机缘。一群化神都不到的蝼蚁，也配跟圣地弟子抢机缘？店主，要不属下走一趟，提前把那些碍事的家伙通通清理干净。不急，这座秘境本身就是一座绝佳的狩猎场，里面的上古禁制错综复杂，空间法则紊乱不堪，是个杀人的好地方，更是个磨练心性的好地方。圣殿弟子进入其中，不仅可以夺取机缘，还能拿那些正道修士当磨刀石。要知道，那些自诩名门正派的家伙，一个个养尊处优惯了，哪里比得上你们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实战经验？没有什么比生死搏杀更能淬炼道心。同学们划重点了，打得过就正面碾压，打不过就利用禁制阴他们。这秘境简直就是为咱们量身定做的 VIP 包房啊！哈哈哈！顾长风、傅清明、温无极，弟子在。你们三个是圣殿真传，也是年轻一辈的牌面。这次秘境之行，你们各领一队内门弟子，机缘能抢多少抢多少。记住，这次行动不用遮遮掩掩，遇见正道弟子，通通种下魂印；不愿意的，通通宰了。光明正大的告诉整个东荒，天虚圣殿来了，不臣服的就是死。弟子遵命。逆天而行。师尊，你作为首席大弟子，这次秘境你也去。不过为师丑话说在前头，别仗着自己修为强悍就横冲直撞。上古秘境里的禁制，有些连合体期都能困杀。你要是折在里面了，为师还得费劲巴咧的出手捞你。弟子谨遵师尊教诲，绝不给师尊丢脸。去吧，好生准备。秘境开启之日，便是你们再度出征之时。元婴巅峰是瑶池圣女苏月，据说她已获得瑶池始祖完整传承，实力深不可测啊！有她在，哪还有咱们什么事儿？经历了瑶池之门的生死考验，我已尽数获得始祖传承，踏入化神初期，隐藏实力，只为防备有心之人。若真到了那天遇上那个未知穷蝶，打不过就跑，跑不过就自爆。自爆我要拉个垫背的，这秘境机缘，我势在必得。圣女，青云宗的寒风方才传讯说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整个青云宗弟子都愿听从您的调遣呢。寒风，那个去年在圣地门口跪了10天10夜，只为求见本圣女一面的剑修，他倒是挺会找机会献殷勤。哼。好冰冷的气息，这股气息竟让我体内的化神本源都产生了一丝忌惮。怎么了，圣女？没什么，也许是某个魔道散修在暗处窥视罢了。猎物们都到齐了。
秘境里面空间法则紊乱，进去之后大概率会被随机传送。我们3人各领一队，进去之后只能各自为战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莫要辱没了圣殿威名。这是自然，希望这些正道天骄能撑得久一点，别让我还没用力，他们就跪了。那个瑶池圣女留给我。哦，难得你主动点名，怎么看上人家了？他修炼的是瑶池始祖的无上仙经，神魂力量远超同辈。炼化他的神魂，我的幽冥魔体可以再上一个台阶。这家伙越来越不正常了。不过咱们是魔道，正常才是不正常。3位师弟，你们慢慢商量，我先去探探路。师尊说了，秘境里有好东西，先到先得。我操！化身后期！中州的人也来了，这下麻烦了。4个化神后期当护卫，中州的底蕴太恐怖了。我虽已踏入化神初期，但面对这个化神中期的中州天骄，也未必能讨得了好。这就是东荒的天骄，除了少数人是元婴期之外，其余人全是金丹期的蝼蚁。就这也敢来争仙府机缘，倒是有趣。又是哪方势力？这气息完全看不透。蠢货，那斗篷上绣的是太虚剑纹，是太虚圣地的人，不是说太虚圣地封山了吗？历经万剑穿心之苦，我终于踏入化神中期，但这点修为还远远不够。我需要这座秘境的机缘，我需要变强，强到有朝一日能亲手为圣主报仇。有意思，中州的人也来凑热闹。太虚圣子秦福天，瑶池圣女苏翊，看来2大圣地定然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，迅速造就出2名化神强者。不过，在我面前，依然不够看啊！哈哈哈！仙府机缘，我来了！武林过千岁者就此止步，若有擅闯者，杀无赦。太上长老，天虚圣殿，这是天虚圣殿的人！我勒个去，是3位化神，我他妈没眼花吧？天虚圣殿众弟子听令，随我入秘境，猎杀。
是谁？完全看不透，连修为变动都没有。凡人怎么可能破空而行？此人绝对是炼虚期以上的隐世老怪啊！2到1000岁，这世上怎么有人能牛逼到这种地步？那股气息好生熟悉，老朽绝对在哪里见到过。是的，很熟悉，像是……都没事吧？碰见几个不长眼的散修，顺手宰了。行了，按老规矩，专挑落单的下手，4大宗派和散修优先。瑶池圣地的人暂时别动。苏玉那女人很不简单。明白。求圣女为我等做主啊！我那小队一共12个人，被那7个魔头截杀后，只剩我们3个活着回来。本圣女知道了，若再遇到他们，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诸位，准备好去见太爷太奶了吗？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一路上杀了我们这么多正道同门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！一群蝼蚁，陈峰，交给你了。得嘞，哥，无命休矣！哦，还有高手。尔等所作所为，越界了。这座药园不属于你们，现在离开，本圣母可以既往不咎。原来是瑶池圣女大驾光临，不过圣女这话说的可不对，秘境里的东西本就是无主之物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至于我们哥几个，早就想称量称量你这位瑶池圣女的斤两。这女人竟然如此牛逼！我们7人联手一击，她竟然轻描淡写的就化解了。这7人果然名不虚传，尤其是王腾，元婴中期竟能爆发出近乎巅峰的杀伤力。若我还没有突破化神，今日还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以免突生变故。破！多谢圣女救命之恩，圣女今日之恩，我等没齿难忘啊！急！我靠！苏西那女人什么时候踏入了化神？老大，要不咱们先避避风头，这段时间别抢瑶池圣地的人了。不必，秘境这么大，总能找到机会。不过接下来要挑着下手，瑶池圣地不能碰，太虚圣地也不能碰。秦福天比苏西还凶，
至于其他势力嘛，进本前他喊得最凶，现在这些话该还了，就他们了。何方宵小，还不快快现身！操！就你嘚儿叫陈长明啊！进秘境之前，你好像放话要灭了我们兄弟7个，老子这不就来了？真特么弱！谁？王腾师兄，好久不见，如今100年过去，实力见长了。顾良风，是你！诸位师兄，好久不见。看来这秘境里的机缘还不错，几位这半个月应该捞了不少。原来真是长风师弟，怎么连你也离开圣殿了？正好我们7个人还缺一个，要不要一起？这秘境里好东西多得很，我们兄弟几个联手谁也挡不住。事成之后，所有法宝机缘平分。师兄的提议确实诱人，不过请恕我不能答应。另外，今日你们恐怕走不出这里了。店主说过，但凡是背叛了圣殿的，见一个杀一个。诸位师兄当年叛出圣殿的时候，应该早就料到会有今天。店主他果然还活着。顾师弟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可否请你禀告店主，我们愿意回归圣殿，愿意余生赎罪。太晚了，你们应该知道，店主从不给人第2次机会。杀！怎么可能？王腾师兄，100年岁月过去，你的枪法似乎退步了呀。当年我排名在你之后，但现在你连让我拔剑的资格都没有。很好。差距太大了，但我不想死。我王腾纵横东王100年，杀了无数正道天骄，怎么能死在这种地方？王腾，我操你妈！你他妈的不讲武德！别怪我王腾，你既然不仁，就别怪我无义。咱哥几个跟了你几百年，韩林你说扔就扔，下一个轮到谁？是我还是陈峰？哼！
定。周岩师兄，你倒是比王腾聪明，恐怕连王腾都以为你只是元婴中期，谁能想到你已经踏入了元婴后期呢？可惜，你们当初不该叛出圣殿。诸位师兄若有来世，别再做圣殿的叛徒。炼虚果树，一枚炼虚果可极短时间内踏入炼虚，省去数百年苦修。10枚炼虚果，这意味着10位未来的炼虚强者，足以改变整个东荒的势力格局。诸位，这个地方我们4大宗门包了，闲杂人等速速退去，否则别怪我等剑下无情。在下青云宗第一真传寒风，若有人不服，尽可出来与我一战。哦，东荒的元婴初期修士都这么狂吗？操，居然还有高手！诸位，这个地方现在是我的了，谁有意见？前辈，晚辈寒风，若前辈愿意赐晚辈1枚炼虚果，晚辈感激不尽，此生愿为前辈效犬马之劳。一个元婴初期的蝼蚁，在我的威压下居然还能开口说话，这份毅力倒是不错。前辈，晚辈对炼虚果志在必得。只因晚辈心仪瑶池圣女苏西已久，却因天赋略逊一筹，始终未能得其青睐。若前辈肯成全晚辈，哦，没听说过。若你是太虚圣子秦福天，我兴许会收你做个随从，赐你1枚也无妨。毕竟这炼虚果对我而言也算不得什么稀罕物。至于你，天赋太差，这辈子都没资格进入我的眼里。这位道友，炼虚果树乃天生地养的机缘，见者有份。道友一人独占10枚，未免太过了吧？看来你就是瑶池圣女苏玉了，倒是有几分姿色。这样吧，若你肯为之前的态度道个歉，并主动献上一曲瑶池仙舞，本少主便赐你1枚炼虚果，如何？中州之人，有种你再说一遍。瑶池圣女，别来无恙。秦圣子，好久不见。太虚圣子秦福天，你们东荒2大圣地的天骄倒是齐了，怎么要跟本少主争10枚炼虚果？若能到手1枚，我便可一举突破化神后期。到那时，就算不能亲手杀了天虚殿主报仇，至少也不会愧对圣主在天之灵。8枚、9枚、10枚，刚好10枚，够分了。无双大哥1枚，顾师弟、傅师弟、温师弟1人1枚，剩下的打包，带回去给师尊尝尝鲜。这地方是小孩能进来的吗？什么时候多了个小孩啊？他身上毫无修为波动，该不会是老怪夺舍重生吧？你见过哪个老怪夺舍成10岁小孩的？这他妈分明就是个真小孩！本少主乃中州沈家沈道言，小孩报上你的名字。这种本能的警觉，我只在面对族中那几位炼虚境长老时才有过。莫非这小孩是炼虚强者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逆天而行，天虚圣殿首席大弟子。天虚圣殿何时出了一个首席大弟子？正道从未收到情报。既然能被天虚殿主收为首徒，
此子绝非寻常。逆天而行，这名字起的倒是挺狂。至于天虚圣殿，倒是略有耳闻。听说你们店主300年前跟太虚圣主一战之后，就半死不活了，怎么还没死透？你说我可以，但你不该说圣殿，更不该说师尊，因为这样做后果很严重。这小孩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。不过，我可是中州沈家少主，绝不可能当着东荒这些蝼蚁的面认怂。昨天在太虚剑茶历经万剑穿心之苦，发誓要灭了天虚圣殿。天虚殿主他现在还打不过，但他的首徒绝不能放过。东荒正魔不两立，若能在秘境中斩杀其首席大弟子，对正道无疑是巨大战果。更何况石梅炼虚果，绝不能让天虚圣殿染指。圣殿首席弟子是吧？我乃太虚圣子秦福天，有一笔账正想找天虚圣殿算一算。既然你是殿主首徒，那就先拿你开刀。太虚圣子秦福天，师尊提过你，说你是东荒年轻一辈唯一还算有点意思的对手。不过嘛，仅凭你一个人就想称量我，还不够格。你们3个一起上吧。我操！这小孩真他妈是炼虚！